欢迎收看第1046期北京不静音。现在的中国时间已经进入到1月11日了，那么距离于朦胧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个月了。那在这样一个日子呢，我肯定要做一期关于他的节目。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热点了也没有什么流量了，但是我相信呢，还愿意看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是这4个月一起一路走过来的所以呢，今天我特地准备了这期节目带你们呢在线上我们去看一个关于于朦胧的小型摄影展，这也是我之前承诺大家的那标题里为什么会有王志安这个名字呢？我也希望他看一看也算给他上一课因为呢这2天的热点事件我们都知道美国的 ICE 有一位女性不幸的去世了，对吧？很多人让我聊我暂时不是很想聊，原因呢就是我看到两边吵得很激烈我不是害怕卷入这个吵架的漩涡我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两边都有一些我的朋友我看到他们都很极端。所谓的左派就在说这个女的有多么的无辜这个受害者有多么的可怜，然后她并不是要撞这个 ICE 的这个警员说一大堆这个怎么分析都 OK 因为现在没有真相嘛。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让我很失望，他们的结论是那个警员开枪那个警员该死以及呢这个Vance 副总统也该死特朗普也该死很多为这个事情去站在右派角度去辩论的这些推友们都该死，这是左派的言论。然后右派呢也一样让人失望他们有他们的分析角度，但是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是现在这个已经去世的这位女士说她就该死，她就是撞击了那个警员，或者她就试图要撞击那个警员，以及警察要让她下车的时候她为什么要踩油门那个不是一个应激反应，而是他们故意的在找茬等等，反正说一堆的理由，分析一堆，最后结论是这个女的就该死你现在为这个事情去抨击共和党，抨击川普的这些网上的这些左派的网友们，他们也该死。结果本来这个事情真相是什么？我为什么不讲？就是因为里面有我想不通的点，我不想去蹭这个热度当然了，现在也在说了这期节目是吧？就是我不想去情绪化的蹭这个热度站在某一边，然后骂另一边，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事情做的，我哪一点想不通？就是刚才我说的现在更多的视频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和他的那个伴侣和警察是怎样的针锋相对在那里说话，对吧？然后突然他就决定要开着这个车要启动它了，虽然已经有一个警员在拉车门了，我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在当时他怎么想的。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些真相需要去挖掘，就我们可以去聊，可以去讨论在这个点上，但是我不想卷入刚才我说的左右两派都认为对方该死的那种语境里。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谁都不该死。这两派的这种极端的声音对于生命是没有任何尊重的，这是令人非常失望的。然后在这其中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派，就所谓的他也不站左派这一边，也不站右派这一边，好像表现的特别的理智、客观、中立。但是他们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蹭这个热度呢？他们在冷嘲热讽。冷嘲热讽什么呢？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乱象，这种撕裂这个制度，或者川普这一届政府以及他现在的这个移民政策ICE 的这些成员，就是他们在所有的这些里面去找角度去嘲讽美国。然后有一些人这个风向带的就更加的别有用心，就是在嘲笑美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衬托中共还不错
这里面最顶流的人就是王志安。这也是我突然决定本来这期节目就是想单纯聊于朦胧，但是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刚刚刷到了他的一条推文，意外的，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也有必要把他带到我们这个摄影展的现场，让他来学习一些东西，具体学什么我一会儿会告诉他。首先我们来看他这条推文，他发了这么一个图，这个图其实大家应该很眼熟这个其实是当时8964那个事件这几辆 ICE 的警车其实都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车，然后前面这位受害者这位美国女士呢，实际上是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中国的学生女大学生，她在那里拦这个坦克车，当然坦克车并没有说开枪或者一炮在现场就把它去击毙了。所以王志安发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中共都克制中国都不会这样，结果美国现在这个 ICE 就把这个女的击毙了，然后他还特地写的这个文字就这俩字击毙。我不想在这里去分析说他故意的带风向联系到这个8964是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就有点阴谋论了，我不想从这个角度说，我只想说他这张图以及他用的这2个字击毙，对于现在的实实在在已经死了的这位女士是极其不尊重的。我看不到他在这里对于生命有任何的怜惜，看不到。而且恰恰相反，我觉得他对于生命无论是这个个体的生命还是泛的所有的生命，你在王志安平时的这个言谈举止中，你体会不到任何的尊重，极尽嘲讽之能事。所以我今天在标题里特地要提到他，我也希望能把他带到我们这个小型摄影展的现场来告诉他我们是怎么尊重生命的，对吧？于朦胧已经离开我们4个月了，我们还在纪念他，我们还在怀念他，我们还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的这个形象或者他的一些感觉能够长留存在这个世间，至少留存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这种对于一个死去之人的这样的纪念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方式。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平时在新闻信息之中看到的死亡太多了，比起之前的时代来说，我们现在接触的死亡案例太多了，所以就会让人们有一种麻木，让人们觉得 OK 我虽然不会去伤害一条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已经死去了，在我这里就是一条新闻，那明天就会有新的新闻把昨天的新闻覆盖掉，那这个生命就翻篇了。它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统计数字，或者一个新闻里的一个名字，但这个生命我不是可以一直的继续去共情它了，因为它已经逝去了。这是现代人处理死亡的一个惯常的方式。那当然了，有像王志安这种过分的，对吧？再加上嘲讽满足他的这些流量的这种要求，或者说有一些别有目的的任务，这个咱们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才导致了很多人觉得生命算什么呀？或者说一个死去的生命它就不是生命了，很多人觉得。虽然从哲学上来说，死去的生命好像确实不是生命了，但你的这种心情上，作为人性上来说，你不能什么都从完全哲学结构上去理解这个世界，对吧？死去的生命也是生命，你怎么去对待它，怎么去影响你周围的人去对待它，哪怕你在网上的一句发言，你怎么去描述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像这些右派说的，这个女的就该死，她已经死了，她还该死，这样的话就不对。当然了，你像左派的，明明这个事情的真相都还没有理清楚，就诅咒
希望更多的人该死啊，那个警员也该死，川普也该死，什么万斯也该死，这些人都该死，还要死这么多的人，我们拿生命太不当回事了吧？所以我相信害死于朦胧的那些凶手们，就是在这个网络环境里长大的，他们也不拿生命当回事。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因果的，对吧 ？OK 啊，我们言归正传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觉得你们都应该有印象，对吧？我出去做了一个短的一个小旅行啊。那么这一次呢，我特地都没有带我用了10年的这一套相机组合啊，我就专门拍黑白照片的，我没有带我带了这么一个小相机，记得吧？这是一个柯达的一个玩具相机啊，能拍数码的。为什么带它呢？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据说是于朦胧拍的一些照片，他自己的这个摄影展不是最终没有办成嘛？那么看到那些照片呢，实际上勾起了我特别久远的记忆，就大概20多年前我刚刚从胶片摄影转到拍数码相片的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是拍胶片啦，你数码相机这快门可以不停的摁嘛，所以就什么都想拍，那个时候什么都想尝试广角也想尝试，长焦也想尝试，微距也想尝试，什么都想尝试，大光圈，所以就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所以我看于朦胧的照片就勾起了我那个时候的回忆，就那个阶段的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的那种取向。当然后来我就尝试完之后，我就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的，我就固定下来了。最近这10年我就一直在拍就一个角度的这种黑白照片，就一直在拍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我挺感谢于朦胧的，就是他让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这个节目，我因为他开始做英文节目，虽然做的不多，当然是因为他开始的，想让全世界的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儿。也因为他开始，我给每一期节目都是加上英文字幕，因为可以翻译成更多的语言文字也是这个目的。所以它使我这个频道有了一个进步吧，对吧？包括这些封面的设计也更加的用心。那它还促使了我的写作上的一个进步，就是我原本写徐州之旅这个故事英文的初稿都写完了，但是由于它这个事情，我想加入这么一个角色，然后构思完之后，我觉得加入这个角色之后，可以让我这个故事更加的立体等于也是他给我的灵感，使得现在这个故事更好了可能大概再过个2、3个月我觉得应该就这本书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以后再说。所以这2方面他都给了我帮助，但是在摄影上也是，它勾起了我非常久远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想这一次旅行呢，我不带这个相机，我换一个相机，然后尝试着以他的视角来拍照片。就假设如果是于朦胧在现场，他会拍什么？你看他就更专注于一些这些小猫小狗甚至一个小花这也是生命他就很在意这些很微小的生命，对吧？然后大量的留白，就那一个小生命在这个自然环境中，他就喜欢拍这样的照片，然后以及一些光影一些奇怪的形状，他很喜欢，充满着这种孩童一般的这种童趣好奇心。所以我就想回到这个状态，也去拍一些照片。我当时就想好了，这些照片呢，我会整理出来，做一个小型的这种线上的影展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在哪里看然后这个影展的名字就叫这个 Maybe by 于就是有可能是于朦胧拍的。但是呢，特别有意思的一点这个小相机像素太低了，只有120万像素。我最早刚开始有数码相机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像素吧。最早的时候
100-200万像素的那个数码相机，后来升级到这个500-600万的，然后到上1000万，然后甚至现在上1个亿的像素，对吧？那么这台小相机120万像素拍出来照片特别的糊，特别糊。但是我这一趟旅行我都坚持用它记录一些，因为我觉得这种糊啊，有一种会让你看了之后有一种年代的久远感啊，它无法追求一个影像的极致，就是不是很好的影像质量。但是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不好的影像质量，但是这个人还在拍，还在用心的拍，持续的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哎，我体会到了。于是呢，我在我拍的这些照片里呢，我精选出来了36张。为什么是36张呢？大家都知道，原来的胶卷啊，这个一卷胶卷能拍36张，对吧？当然了，理论上有的时候还能多拍出1-2张，但是标准说法36张。所以我选出36张，这一次就相当于我以于朦胧的视角呢，我拍了一卷胶卷，36张，现在洗出来给大家看。那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到此结束。我做了一个页面啊，一会儿大家可以去这个页面去看这个摄影展。这只是第一卷，这36张是第一卷。我希望以后还会有第2卷、第3卷，就我们把这个maybe by鱼这个摄影展持续办下去。如果你们感兴趣，你也可以啊，你把你拍的一些照片，你觉得很有于朦胧风格，或者没有他的风格，但是这些照片可以让人们想起他、纪念他，也可以，你也可以准备36张。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电子邮件啊或者私信跟我联系，我们看看怎么策划，让你的这些也展示出来啊，也作为它这个 Maybe by 鱼这个系列的某一期展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持续去纪念它的。不多说废话啊，给大家看看。首先呢，我有一个个人的网站啊，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就是2084studio.com 这个网站。那么首先呢，我在这个网站里呢做出了一个新的板块，就是2084studio.com， 然后斜线HANA Space 这么一个板块。我给大家看啊，这个是这么一个图啊，板块图。这个是 HANA Space 的页面啊。HANA Space 呢，实际上也是20年前啊那个时候我用的名字啊 HANA。这个老雷知道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啊，老雷到现在还是叫我 HANA， 那是我的英文名啊。所以 HANA Space 呢是当时我的个人网站，我当时有一个个人网站，然后我在上面去分享各种我认为美好的东西，我拍的照片，我写的文字，我看的一些好的电影、动漫，我听到的好的音乐。那个网站是有音乐的，非常沉浸式的我做了几年那个网站，后来不做了。然后连同域名就都没了嘛，没有续费了，现在这域名也拿不回来了。但是呢，我又特别怀念所以我就在这个 HANA Space 上面写了3句话写的这个空间是用来做什么呢？我写 For what once belong to you， 曾经属于你的然后第2句呢是 For what enters the new you， 什么进入了组成了新的你。以及第3句For what is still waiting for you。 那这里面呢，第1句的这个 to you 呢，这个取这个2的谐音用了一个这个罗马的这个数字2，然后呢，中间这句呢，这个 new 这个 e 呢，给它改成了一个希腊字母其实这个就希腊字母里这就不念 e 了，但是这个看起来像英文的 e， 但我们知道英文的 e颠倒过来就是中文的这个3的写法嘛，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数学里的一个符号，就是求和的意思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加到新的这个你也是一种求和，取这么个意思。然后第3句呢是这个惯常的英文写法了waiting for you 就写成这个数字4for， 所以3种不同的数字写法。那这个 HANA Space 这个空间或者这一个板块，我以后会用来什么呢？就是一些实验性质的我想做的一些艺术项目会放到这上面去展示。那么第1个项目就是这个 Maybe by 鱼的这个摄影展，所以大家看到下面有这个 Maybe by 鱼
啊。如果你进到这个页面呢，你就点击这个 Maybe 百鱼，它就可以跳转到这个摄影展的专属的页面啊，给大家看看这个专属页面是什么样的。哎，是这个样子。这个专属页面的链接呢，我现在也是会放到这个字幕里啊，也会放到本期节目的说明文字里，大家可以去找，就是2084studio.com， 然后斜线 Hana Space 再斜线 Maybe 百鱼，你就可以到这个页面了。这个页面呢是这样啊，你看我用了于朦胧拿着相机的啊，然后呢我也写了这个4行，对吧？我们就是 Imagine 啊 he is still taking photographies， 就是我们想象啊他还在拍照片啊 ，one row 一卷啊，这个36张，然后啊一卷接着一卷，我们把它展开啊 unfolding 把它展开给大家看，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这个 row one。第一卷，这个页面呢是这样，大家往下拉，我这就没有展示出来了。往下拉，你们可以看到这一卷的一个总的缩略图，以及呢，我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我没有办法在今天这期节目里给大家放，因为我配了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这个音乐是有版权的，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放。但是呢，你在这个现在你看到这个页面，你往下拉，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也可以听到这个音乐，这个音乐我也是强烈推荐给你们，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作曲家啊，叫布鲁诺·巴沃塔。那么他的一首曲子就叫 Home 啊，家 Home 啊，这首曲子我是写作的时候啊，尤其是写这个徐州之旅啊，也跟于朦胧有关的这个故事啊，写作的时候我是必听的曲子啊，也推荐给大家这首曲子。好，给大家看看这个缩略图啊。好，我们这个第一卷的 Maybe 百鱼36张全都拼接在一起了，就是这么36张照片啊。你们要不嫌烦呢，我就在这儿呢会把这36张照片呢再放大的展示一下啊，给你们随便聊一聊，对吧？首先啊，我们看第一张，这个是我们出发啊，这次旅行出发的时候，这个因为是自驾游啊，这个狗狗在后面有它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座位啊，然后我就回身给它拍了一张，我们就启程出发了啊，这是第一张啊，这是我的可爱的闺女啊，小宝贝玛尼。好，第二张呢，就是我们到了这个西班牙的北部啊，圣塞巴斯蒂安这个城市呢，它有这个类似圣诞市集啊，有这个女人在这儿卖扇子啊，还有这么一位女士，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是她很友善的跟我微笑，给她拍下来。这个就是圣塞的夜景啊，你看这个相机非常的糊，但是挺有感觉的啊。这是欧洲最美的港湾沙滩之一啊，圣塞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为了美食也是非常值得去这个地方。这是白天的样子，这个海滩啊，有一个女士站在这里看海。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小的这种可以登山的啊小火车啊，坐这小火车可以到山顶啊。到山顶之后有这种一个小布置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于朦胧看了会觉得很有意思，想拍下来，是吧？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了。他们这个山顶呢是100多年前啊，就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游乐园。这是这个游乐园的一个基础项目，就这一个小木，就像激流勇进似的小木舟啊，但是没有那么刺激，它就是顺着这个水流转一圈，进入一个小山洞又出来，很短暂。我忘了多少钱了，好像12欧还是多少钱一次，一个人好像。我做了，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这做了，转了一圈。这个呢，你看这两个一般都是情侣去做啊，他们旁边就是这个就是像是一个小悬崖似的，下面就是海了，挺高的啊，这很有特色。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游乐园的一个古迹了，一个，这里面现在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啊，这个圣塞的这个摩天轮啊，我们也学于朦胧，我们大部分的留白填空啊，虽然画质很渣啊，但是很有感觉啊，也是留白，我们拍到一只鸟。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应该是在奔牛镇吧，我要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在街道上啊，人们画的孩子们玩的这些跳格子。
sorry 啊，我忘了这位是谁，我忘了他是谁，很有名的一个人，但是我忘了。这些就是孩子们游乐啊玩的地方。我觉得于朦胧可能应该挺喜欢拍孩子的，他应该挺喜欢孩子。刚才那个不是奔牛镇啊，还是在圣塞巴斯蒂安。这个是圣塞的水族馆啊，里面的这个水母，水族馆里的鲨鱼啊，鱼，水族馆里的螃蟹。好，这个是到了奔牛镇了。这个咖啡馆是当时海明威天天的他的食堂啊，喝咖啡啊，吃点点心什么的。海明威常常去，1888年就开始了啊。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吃到食物中毒，然后就发烧就病了，但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是因为这儿的食物，我不知道，但是只能这么联想了。那这馆子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挺好看的。然后这个镇子就是以这个奔牛啊出名啊。你看啊，这个是这个镇子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木质的模型放在这里，最终这个原型的就是这个斗牛场了，把牛赶到这里啊，也很残忍，对吧？对于牛这个生命来说，这个事情很残忍。但是海明威在这里方体会到的是那种生命的激情啊什么的。那我跟他相反，我在这个地方体会到的是垂死挣扎，因为我生病很难受。然后我看到这些牛的遭遇，我也很不舒服。你看，这是他们画的这个墙上贴的一些画啊，然后还有做成的这些糖果啊，都是这个牛追人的。表面上好像人很脆弱啊，被牛追，但其实这些牛最后都被处死了，吃掉了，是吧？好，这个是到了另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我忘了这个小镇的名字了，也是靠海边的，但是那个镇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啊。这个小镇是有两个名人，两个非常有名的人啊，一个是这个Balenciaga 啊，叫什么 Balenciaga， 中文就是巴黎世家这个牌子，创始人是在这个西班牙的小镇出生的。所以当地有一个他的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很棒，里面有他设计的各种衣服，那个博物馆非常的棒，推荐大家去。然后这个小镇的另一个有名的人就是这个人，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知道第一个完成这个所谓环球航行的这个叫麦哲伦，是不是？但是呢，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一圈，他不是在菲律宾吧？跟当地的人发生这个争端，然后就死了嘛，对不对？那后续的代替他这个船长之位的就是这位，就是他们船上的大副，真正把这个船队啊又开回到这个葡萄牙吧，是吧？等于完成这一圈，所以真正完成这个环球这一圈的是这个人不是麦哲伦，是他他名字我忘了，大家自己去查吧，感兴趣。有一个雕像在这个港口大家看到这个港口这个地方立着。然后这个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了，叫Santander， 叫桑坦德桑坦德这个城市呢，这个雕像是谁我不知道，海边的一个，我就拍了一张。然后还有这样的这种很童趣的这种东西，就是你要让我自己拿黑白相机，我不会去拍这样的照片。但我觉得于朦胧可能会拍，他觉得这很可爱，是不是？因为我都是带入想象他会怎么拍照去拍的。这个是 Santander 的这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堂它那个教堂是错位的，就你能不能理解？就是它有两个教堂，就是存在这个地理的一个差距两个入口，然后实际上是叠在一起的，两个教堂叠在一起，高度差不一样，两个不同的门，里面两个不同的风格这是其中一个里面拍到的，这个也是它那一个特色。然后这是海边的鸽子我在于朦胧会拍一些小动物，所以我也在努力的拍。但是这个相机因为它不能够这个对焦很清楚快门也很慢，都很虚，拍出来也没有微距，所以其实不是很适合拍动物这是它海边的原来的用的这些吊船的，你看它这个水位线都不一样但现在这已经是成了一个古迹了
这个应该于朦胧肯定很喜欢拍，对吧？一只可爱的狗狗。然后这个就是想推荐给大家的 Santander 最著名的这个海边的一个现代艺术馆了。这个艺术馆非常的好啊，这个非常值得去。不大，但是里面的这个设计啊，建筑本身的设计，包括它这展览的格调都非常好。这就是我之前在这个本频道的 Shorts 里给大家强烈推荐过的这个展览啊，就是讲全球有11个地区啊，由于这些填海啊、一些环境破坏，导致当地的特别有名的这种海浪啊不复存在了，看不到了。那这个展览就是用很多的这些钢丝啊，然后有一个舞者在中间不停地跳啊，然后去舞动这个钢丝来模拟这个海浪，伴随着非常好听的音乐。其实它一共有6个舞者，就是轮番着不停的啊，这个跳累了就换人，所以这个很美啊。我也发了一个视频在这个 Shorts 里，大家可以去看。啊，这个也是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现代艺术馆的那个很好的建筑里，它是有很多层的嘛。我们在最上层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个小平台啊，有一位女士在看海。好，这个是 Santander 那个城市附近的有一个很著名的野生动物园啊，里面可以看到各种野生动物。但那天我是抱着我的小狗啊在玩，它也很开心啊，看到各种动物。所以我就没怎么拿这个相机出来，可能就拍了这一张啊，就拍了一张长颈鹿。好，这个是到了另一个城市了，这个叫 Bauhaus， 好像是这么一个名字啊，中文名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最著名的就是这个教堂，因为这个城市是当时这个天主教啊朝圣之路的必经之路。这个教堂呢是西班牙唯一的，就是以单独一个教堂去入选这个联合国这个文化遗产的，其他地方都是跟这个什么老城区啊和教堂啊什么一起去申报过，这个地方就这一个单独的教堂就足以入选，因为这个教堂太美了，这个是教堂门口的一个雕塑，啊，这个也是教堂外围，我都进了教堂之后我就没怎么拍，我就没选进这36张啊，教堂外围的一个喷泉。好，然后最后一张啊，最后一张这是教堂外围的一个偏现代化的一个雕塑啊，这个人就等于是有点像是跪拜或者祈祷似的，祈祷似的，他面向的是这个教堂啊，这是我好，这个就是这36张这第一卷的最后一张啊。好，那等于我就用这个方式啊，带大家以这个一张一张的讲解的方式去看了一次这个小型摄影展。那我觉得我其实不喜欢这种方式，我自己的照片我是不去命名的啊，这个命名没有任何意义，我也不去解释说这个照片我是在哪儿拍的，我是什么样的心境拍的啊，讲一个什么背后的故事。不，我觉得影像就是影像，让影像自己去讲这个故事，你自己去体会就好了，这是我的风格。这不一定是于朦胧的风格，对吧？我也不知道于朦胧的这个未完成的边界，就他本来要做这个摄影展是什么样子啊，我也挺好奇的，但是我们都看不到。所以呢，我建议你去我的那个网站啊，我专门为他做这个 Maybe 拜鱼的这个页面，到那个页面去看那个视频啊，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跟刚才我这种讲解是不一样的啊，听着很好听的音乐去看那个视频。OK 吧，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我觉得于朦胧我们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说他，我们会一直记住他，这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个尊重的态度。那我相信王志安不可能来看我的这个节目，对吧？去喜欢他崇拜他的那些粉丝，他也不可能有耐心去听我在这里讲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对他们这种人的很重要的一课，就是你如何去尊重生命，你如何去看待生命啊，你不能那么冷血的去嘲讽一个生命。大家都可以聊这么一个热点事件，对吧？那我们要关注的是就这个 ICE 啊，我们要关注这个事情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当时到底都发生了什么真实的细节，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能捋清楚，然后大家在这个有共识的这个事实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各方的观点。这个怎么样的碰撞激烈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够去咒对方去死，
说对方就该死，无论谁该死都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是华语世界就是这样啊，我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在现在我没想清楚，以及真相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之前，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聊的骂战之中，选一边然后去骂，我不想做这个事情，我也不想蹭这样的热度，我只想今天啊1月11号，为了于朦胧做这么一期可能没有流量、没有热点的一个节目。但是我觉得对于这4个月我们一起走过来的所有人，咱们大家，我觉得这样一期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好吧，那就说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